他本是小镇上最豪横的狗子，整日横行霸道，无法无天，却没有一个人敢得罪他，只因他的主人是镇上的法官。因此巴克从小娇生惯养，每天不是在捣乱就是在捣乱的路上。每当家里传来这个声音，仆人们就知道大事不好。只见所有人慌慌张张把食物给全部藏好，他们惊恐万分，唯恐漏掉一样。直到藏完最后一道美食，捣蛋鬼巴克也闪亮登场。不料灵敏的狗鼻子一下子就发现了柜子里的蹊跷，接着他装成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看着仆人，但这些诡计良早就已经不好使了。不出意外，他又被赶出了厨房。虽然无奈，但面对家里这个活宝，富豪别无他法，还是打着哈欠将他拖出了房间，并赶在这捣蛋鬼进来前关上了房门。然而这哪能难倒巴克？他像往常一样准备从窗户进去，可这次却被富豪拦住，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，他希望巴克能听话一天。不料富豪话音未落，巴克就又被一只野兔吸引，刚刚的话也瞬间变成了耳旁风。等他玩到中午回来后，一眼就看到了餐桌上的美食，更主要的是座位上还空无一人。巴克舔了舔舌头，决定送主人一个生日惊喜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才摇着尾巴晃晃悠悠地走了过来，还一屁股坐在了 C 位。看着他嘴里的鸡腿，大家瞬间意识到不好。果然不出所料，餐桌上此时已经杯盘狼藉，富豪一脸的生无可恋。好在狗子还留了个鸡腿。就这样，巴克第一次被关到了门外过夜，却没曾想这一关竟是永别。到了深夜，园丁来到巴克面前，并用食物引诱他上车。巴克天真以为是在逗他玩，犹豫了1秒后就直接跳了上去。不料刚一转头，笼子就被锁了起来，任巴克怎么都打不开。这才发现原来园丁将他卖给了狗贩子。最后看着渐行渐远的城堡，巴克这时才后悔莫及。可后悔也没用，随着狗笼被贩子们几经转手，当巴克终于重见光明，看到的却是一片冰雪的世界。他来到了荒野的尽头。这只南方的狗哪见过雪，当场就走出了没见过世面的步伐。他对这里的一切充满好奇，却没曾想下一秒就被丢进了狗笼里任人挑选。好在巴克健硕的身材很快就被一个黑人小哥给注意到。就这样，巴克在这迎来了第2任主人，他们是一对邮递员夫妇。女主人起初对巴克并不满意，因为用同等价格起码可以买2条雪橇犬。殊不知巴克将会在之后多次救他们于水火之中。可是刚来的第1天，巴克就在狗群里格格不入，他也很排斥主人给他套上的枷锁，跑起来后也尽出些洋相，导致整个雪橇队都丑态百出。等磨合一段时间后，巴克才总算融入了队伍。却不料这时他又被一只能够站立的兔兔吸引，一个不留神就滑进了坑里。雪橇队也没出意外，都被这大傻哥给带了下去。顿时狗群里怨声一片，巴克也自知理亏的埋下了头。但黑哥走来后并没有责怪他，反而鼓励他不要气馁，融入到团队总要有个过程。巴克也第一次有了团队这个。没过多久，在经过多天的训练后，巴克的业务越来越熟练，与同伴相处的也越来越融洽。除了领头的2哈，因为他老是抢吃抢喝，十分霸道。这个2哈其实一点也不可，但却霸占着唯一的水源。每当有狗子敢凑上来时，他都会凶狠地将其赶走。其他狗狗也敢怒不敢言，只能都默默地低下了头。可新来的大个子却是个例外，他走向2哈前方的冰面，轻轻松松就凿出了一个冰窟窿。狗狗见状全部闻声赶来，巴克也来者不拒，大方地分享着这个水源。目睹这一切的2哈非但没自我反省，还更变本加厉了起来。他以为只要自己在队伍前面跑得够快，主人就能一直宠幸他，却不知领头犬最重要的是得民心。这天女主人在前面探路，不料冰面突然开裂，下一秒她就直接掉进了冰寒刺骨的湖水中。黑哥见状赶忙跑了过去，可这时女人却已经坚持不住，正逐渐向湖底深处飘去。就在这危机关头，巴克仿佛一道闪电，只见他越过男人，毫不犹豫地跳了进去。昏暗中，巴克背起了女主人，随后又拿身体不断撞击着冰面，最终女人幸运地被他救了上来。可此时巴克也已经力竭，累成了狗不说，一旁的主人还秀起了恩爱。没多久，巴克就再也坚持不住，只能任由身体向黑暗处飘去。黑哥在冰面上焦急万分，一直呼喊着巴克的名字。听到声音后，他赶忙找准位置，随后抽出匕首不断向声源处凿去。可无奈冰面太厚，匕首还没挥2下就直接折断。黑哥跪在地上痛苦万分，实在想不到这只只会拖后腿的狗狗竟会不顾危险救了妻子一命。这时看着一旁不知是谁递来的工具，黑哥想都没想就一把夺过，又开始对着冰面凿了起来。但突然他好像意识到了什么，黑哥扭头一看，原来递棍子的不正是自己心心念念的巴克。看着他和主人亲近的一幕，一旁的2哈气的耳朵都歪了，就连之前嫌弃巴克的女主人也已经开始信任他，还多加了个鸡腿给他吃。Now I do too。可不料这一幕又被2哈看了个正着，他知道该分个输赢了。于是这晚巴克刚就下了只兔兔，不曾想还没蹦跶2步，就被2哈给当场咬死。
接着他又挑衅似的看着巴克，殊不知现在的表情有多狠，待会就有多狼狈。随后他又慢慢朝巴克走去。城里来的巴克哪见过这阵仗，吓得屁都不敢放一个。可一山不容二虎，二哈还是朝他咬了过去。虽然巴克的体格是他的2倍，但从小在别墅里养尊处优，早已没了野性，3两下就被摔得站都站不起来。随后二哈不讲武德，还对着昏迷的巴克做起了嘲讽动作。接着他又朝队伍走去，试图拉拢人心。可狗狗们宁愿离开，也不愿再回到二哈身边。他们不断对着巴克吼叫，希望他能振作起来，却没曾想下一秒，巴克竟真的呲着獠牙站了起来，内心的野性也被完全激发，凶狠的样子直接把二哈给吓傻。可为了不在狗族丢了脸面，他还是硬着头皮冲了上去。巴克这时不再胆怯，他站稳身子，瞅准时机，一个侧身反咬住了二哈的脖颈。接着巴克像拎小孩一样，直接给二哈来了个举高高。最后巴克一脚踩住了二哈，服还是不服？看着一旁已经止不住要欢呼的狗狗，二哈知道自己早就已经输了。就这样，在狗狗们的注视下，他站起身落寞的离去，只留下一道孤独的背影。第二天队伍由于缺少领头犬，巴克当仁不让地站在了最前面，但主人却觉着他经验不足。可最后还是连拖带拽将他弄到了队伍后面，随后又找来一只经验丰富的老狗来领队。然而看着后面生气的巴克，老狗哪敢窥探这个位置，打死都不肯戴上头套。最后为了两边都不得罪，干脆在雪地上耍起了无赖。黑哥无奈，可最终也只能妥协，让巴克来当一回领队。黑哥一边整理着装备，一边抱怨着这次最起码要迟到2天，却丝毫没注意到汪汪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黑哥感觉事业到达了巅峰，一路上都欢呼个不停，却不料嗓门太大，竟然引发了雪崩。职业生涯如过山车般来到了最大的滑铁卢，黑哥再也笑不出来了，他赶忙指挥巴克往左转。不得不说，这一段真是太燃了，我都想靠上绳子跑2圈了。随后的几天，他们一路风驰电掣，最后到达小镇的日子，竟比原先计划的还要快了2天，就是出场方式有点差强人意。到了晚上，下了班的巴克漫步在街道上，看着人们拿着信件，脸上不自觉洋溢出的微笑。巴克仿佛找到了狗生的意义。第二天，汪汪队拉着满车的思念，在一片掌声中又上路了。可不料还没走2步，一位姗姗来迟的老人就追了上来。他是来寄信的，因为思念太过浓烈，所以字字句句都斟酌了半天。巴克帮老人收下了信件，一人一狗也就此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从那之后，汪汪队也一战成名，一时间风光无限。可好景不长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黑哥的送信队很快就被电报取代，即使有万般不舍，可为了谋生，他们也只能留下狗狗。虽然黑哥后面在一个富豪家找了个不错的工作，但那些都是后话了。他们转手又被卖给一个淘金商人，为了去山里淘金，商人特意买下他们带路。可在出发时，因为敲脚冻住狗子们拉不动车，而商人却认为是巴克偷懒，于是拿出棍子准备教训巴克。好在这时，一位好心爷爷站了出来，在他的帮助下，巴克才免于毒打。尽管爷爷劝说商人，现在的时节不宜去探险，可商人却不顾阻拦，非要前去。就这样，他们一意孤行地上了路。路途中上坡段极其的难走，外加身后淘金客不停地催促。这时，一只狗狗再也坚持不住，连人带车滑了下去。
好在巴克及时撑住，这才没继续往下掉。可淘金客却觉得是狗狗们在偷懒，于是拿起鞭子对着狗狗抽打了起来。听着身后的同伴不断被人类鞭打，巴克也只能咬牙坚持不让队伍掉下去。不知又走了多久，巴克已经彻底力竭，但只让马跑不让马吃草的淘金客却没有丝毫的灵敏之心。见巴克已经成了队伍里的拖油瓶，男人没有丝毫犹豫，竟直接掏出手枪准备处理掉他。好在老人不放心，及时赶来，这才没酿成大祸。他愤怒地将男人一把推了下去。最后老人收留了巴克，而还有些力气的狗狗则继续给他们做苦力。临别前，狗狗们深深注视着这个大哥，他们知道这很有可能是最后一面了。几天后，巴克终于醒来，果然不出老人所料，冰河此时已完全融化，而他的小伙伴大概率已经遇难。巴克能做的也只有仰天长啸，祈祷小伙伴能逃过此劫。可此时伤心的却不止他一个。房间内，老人也看着对面的相框，一杯接一杯的喝着闷酒，看着老头又续了一杯。巴克知道不能再坐视不管了，他故意将杯子里的酒打翻，随后又趁老头收拾之际，直接将整瓶酒给叼走。Now what are you gonna do? Huh? 出去后，巴克把整支酒都埋进了积雪中。老人见状直夸他好狗，啤酒确实冰镇了才好喝。可等他要取时，巴克却不肯挪动分毫，一脸正义地蹲坐在雪地上。老人见状也只好作罢。This was his birthday. 原来今天是他儿子的生日，从小老人就教育他不要探险，可热爱冒险的儿子还是为此丢了生命，只剩老人孤独地活在世上。巴克听后依偎在他身旁，示意老人他会一直陪着他。星空下，他们仿佛成了一幅画，老人与辛巴克。隔天酒醒后，老人来了精神，儿子生前总是痴迷一个传说，在地图的最尽头有一条黄金河，那里遍地都是黄金。如今有了巴克当帮手，老人也想冒险一次，帮助儿子完成遗愿。就这样，一人一狗出发了。他们穿过满是鱼儿的河流，白天鸟群为他们指路，晚上萤火虫帮他们点灯。随着附近的动物越来越多，他们终于来到了地图的尽头，一个人类从未踏足过的地方。虽然这里并不像传说那样遍地黄金，但为了远离城市的喧嚣，老人还是搭了个木屋，决定在这定居。可很快他就发现他错了。这天在洗澡时，老人竟在水中捞出这么一大块黄金。原来黄金之河的传说竟然是真的。巴克见状也撅着屁股找了起来，虽然找的块头够大，但老人告诉他，这个颜色的才是黄金。可狗狗的世界里只有黑白。尽管下一秒巴克就捞出了一块拳头大小的狗头金，但看着老头不理会自己，巴克还以为这又是块臭石头，随后就直接扔进了水里，直到找到块形态大小一样的才肯罢休。他将精力放进老头碗里，随后还一脸兴奋地讨要表扬，看得我真是要吐血。而这时，远处突然出现一只美丽的白狼，爷爷看到巴克渴望的眼神，便立马让他追上去看看。可就在他经过树林时，却遇见了一头愤怒的熊大。因为害怕，巴克只好离他远远的。可当追上来后，他又跟你一样开始怂了。看着白狼慢慢靠近，巴克紧张的狂咽口水。他学着人类想要握手示好，可白狼哪懂这些。第一次邂逅就这样草草收场，但随后看着与之相同的脚印，巴克知道他们是同类。回去后他就开始 emo 了，没有一点恋爱经验，巴克根本不知道要从哪里下手，于是他只能跟大多数舔狗一样，默默守护在他身后，哪怕只是一眼，巴克的小心脏也跳个不停。可白狼的眼神中却满是不屑，果然舔狗最一无是处。此时狼群正在围捕一只野猪，老狼王也已经蓄势待发，可不料一个失足竟掉进了湍急的河流中，于是同伴赶紧去追。可当大家赶到时，看着湍急的河流，没有一只狼敢下去。这时巴克主动跑了过来，立马找到合适的位置，接着拼尽全力。最后灰狼终于得救。这次巴克不仅获得了白狼的认可，也得到了整个狼群的接纳。从那天后，他就彻底融入进了狼群，他们一起狩猎。老头那边也今天一只野鸡，明天一条肥鱼，但老人也因此察觉，看着巴克在狼群中其乐融融，他知道巴克已经找到了归宿，可自己的归宿又在哪呢？最终老人还是决定回归到人类的世界，那里才是他该待的地方。临行前，他把捡到的黄金又扔回到河里，自己只留下能维持生计的就够了。得知老人要走，巴克内心万般不舍，但双方都没有自私的要求对方留下。可就在临走前一晚，没曾想那个淘金客竟找了过来，原来他发现了老人留下来的地图，随后两人扭打在一起，但年事已高的老人哪是他的对手，很快腹部就被打中了一枪。老人把兜里的金子全撒给了淘金客，可这点金子他根本不满足，还拿枪逼迫老人说出黄金河的位置。就在这时，巴克终于赶来，他猛扑过去将淘金客的猎枪给打掉。可看着眼前那不断挥舞的棍子，巴克心中已然有了阴影。但当男人挥过来时，他的野性又重占上风，一口咬住了男人的棍子。随后巴克不再犹豫，顶着淘金客的身体将他推进了大火中。下一秒木屋坍塌，淘金客也葬身在了火海中。可此时老人伤势已经十分严重，巴克只能将老人从身后背起，鼓励他一定要活下去。在电影的最后，老人回到了人类的世界，他将巴克的故事写成了一本书。自那以后，人们便流传着，在森林的最深处有一只黄色毛发的狼王，